俄乌双方在巴赫穆特的巷战争夺正逐渐转向毁城战。俄军为了突破乌军的防线，大规模使用温压弹、铝热剂燃烧弹等武器。最近，俄军在一天内朝乌军进行了125次轰炸，其中就包括铝热弹。如果单算燃烧弹头的数量，起步上万枚。前段时间，俄军不是说只差2.5平方公里就能彻底拿下巴赫穆特，而瓦格纳早就不想打了，于是抱着早点下班的心态，对乌军发起了新一轮全面进攻。在一天内，对这2.5平方公里进行了125次大轰炸。按照俄军在社交媒体公布的视频，俄军火箭炮部队用的都是铝热弹。从航拍画面中可以看到，铝热弹已经覆盖了乌军在巴赫穆特控制的最后一个街区，里面小白点就是一团火。真实画面里，在铝热弹的燃烧下，整个乌军阵地陷入火海，黑夜宛如白昼。铝热弹瞬间燃烧的核心温度可以达到3000摄氏度左右，在几秒的时间内就可以烧穿几厘米厚的装甲板。巴赫穆特的乌军表示，大量暴露在外的武器和装备被烧毁，多人被烧伤，只能躲在房屋内目睹窗外的地狱。需要注意的是，这是俄罗斯搞的连环套，先烧野地逼人进楼，然后重磅炸弹炸楼。同时，铝热剂还能对乌军阵地以及地下掩体内产生脱氧的效果，对于乌军而言还有窒息的风险。俄罗斯的铝热剂性能还可以，俄军工在2015年之后就向俄军交付了新一代铝热剂燃烧弹药，使用了新型含硼铝热剂纳米材料，瞬间温度更高，燃烧效果更好。2022年前后，俄军研制的新一代穿甲燃烧弹甚至采用了碳化钨穿甲物体，配套海绵锆材料和环氧树脂做成燃烧剂小球，射程远，威力更猛。俄军这次使用的铝热剂应该是 9M22S 引燃式火箭弹，一般使用 BM21冰雹火箭炮发射，弹头是 9N510，重65公斤，里面有180个6角棱柱的子弹药，子弹药装的就是铝热剂。当 9M22S 燃烧弹被引爆时，这180个子弹药就会被点燃并且发射出去，然后在6400平方米，也就是80乘80米的区域内燃烧。100多枚 9M22S 火箭弹，也就意味着在这2.5平方公里的地方有上万枚燃烧弹头，现场可以说是一片火海。正因如此，乌军之前的巴赫穆特突围计划破灭。为了彻底突破乌军的坚固防线，俄军还使用了温压弹等武器，用于攻击建筑内部的乌军。而乌军在撤退时也会选择炸毁高层建筑物，防止被俄军利用。就跟火力军刚开始说的那样，俄乌双方的巷战争夺正逐渐转向毁城战。别的不说，就一个上万枚铝热剂燃烧弹头，威力就已经足够了。铝热剂爆炸发生反应以后产生的热量，可以瞬间穿透几厘米厚的钢板，燃烧温度最大能达到3000摄氏度，而炼钢炉的温度一般才2000摄氏度，铁1539摄氏度就可以融化了，3000摄氏度基本可以熔大部分金属了。人体在这样的温度下只会瞬间气化。9M22S 火箭弹的每一个燃烧弹头可以持续燃烧2分钟，这2分钟的时间可以让它融化一切它所击中的目标，几乎不可能被人为扑灭。在战场上，弹头一个接着一个往下落，就别想着灭了，赶紧找个遮挡物才是正道。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铝热剂虽然看起来和白磷弹很像，但二者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铝热剂是以铝粉为主要原料，跟其他难溶金属氧化物的调配混合物，一般是铝粉和3氧化二铁粉末按1:2.95配成。铝热剂燃点较高，需要在相对高温的环境下才能引燃，一般都是用镁，特点就是可燃但不易燃，高温无毒。而白磷一般通过开采含磷矿石，然后经过一系列提纯处理得到。白磷的特点是易燃且有毒，燃点极低，40摄氏度，也就是自家洗澡水的温度，所以白磷暴露在空气就有可能发生自燃并引起爆炸。其次，白磷燃烧时的释放温度最高在1000摄氏度左右，这个温度想融化金属物质没啥可能，但引燃建筑物和人体是足够了。而且白磷还有2个铝热剂没有的特性，燃烧会释放有毒气体5氧化二磷，人体大量吸入会中毒死亡。一般情况下，15毫克白磷就能让人中毒，如果达到50毫克就会致人死亡。
一旦被白磷灼伤，还会引发严重急性溶血性贫血，最终死于急性肾衰竭。而且白磷弹在燃烧的时候会消耗大量氧气，造成战场环境下的缺氧，对人体造成杀伤。所以铝热剂对建筑物和军事物体做到的毁伤效果更好更直接。白磷会释放大量有毒气体，对人体的杀伤效果比铝热剂更持久，不死也残。而且白磷可以作为烟雾弹，而铝热剂不行。就目前而言，比较知名的燃烧武器就是铝热弹、凝固汽油弹、云爆弹。就爆炸温度而言，铝热剂与云爆弹属于高位。云爆弹的2次爆炸会引爆气溶胶云团，云雾会形成2500度左右的高温火球。9M22C 燃烧弹所产生的高温达到2500摄氏度，最大温度能达到3000摄氏度，可以瞬间穿透几厘米厚的钢板。炼钢炉的温度也才2000摄氏度，3000摄氏度基本可以熔大部分金属。与此相比，常规的凝固汽油弹也是1000摄氏度，基于聚苯乙烯开发的，燃烧温度可高达1200到1500摄氏度。在凝固汽油中加入无机氧化剂镁等成分，火焰温度可高达1600摄氏度，1000多跟2000多压根儿就不用比较。除非在凝固汽油弹里面加点铝热剂，要不然温度追不上。如果论爆炸范围的话，云爆弹最广。9M22C 燃烧弹覆盖范围6400平方米，美军使用的汽油弹有50加仑、75加仑、100加仑容量，单枚汽油弹爆炸燃烧后能够覆盖2000平方米范围。至于云爆弹，范围不确定，看云爆剂的含量，但爆炸效果比普通炸弹猛。云爆弹是等质量 TNT 爆炸威力的5到10倍。俄罗斯的炸弹之父 Abip战斗部7100公斤，听说杀伤半径300米，覆盖范围25万平方米左右，没法比。小的单兵云爆弹重量差不多12公斤，爆炸威力相当于一枚120毫米的榴弹。平均下来，在相同重量下，云爆弹的杀伤范围是最大的。毕竟云爆弹的2次爆炸会产生超压2到3兆帕的区域爆轰波。加上低氧窒息的情况，对人员的杀伤范围肯定是最多的。但是对于装备以及建筑的杀伤，铝热弹优先。2500摄氏度2分钟，谁能顶住呀？但是论残忍程度，就要数凝固汽油弹了。这哥们儿是世界上最为臭名昭著的武器之一。凝固汽油弹内装用汽油和其他化学品制成的胶状物，爆炸时能产生1000摄氏度左右的高温，还能粘在其他物体上。同时，凝固汽油弹还跟其他臭名昭著的武器结合。早期的凝固汽油弹主要是用来攻击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后来对人使用的杀伤力武器。比如加入白磷，接触到人体后会迅速穿透皮肉，直达骨骼，通过烧伤创面的伤口进入血液，造成伤员血液中毒。原始的汽油、大分子胶加白磷3位一体模式杀伤力已经够变态了，但升级版的凝固汽油弹则是更上一层楼。基础版的凝固汽油弹中加入钙粉，当它接触到皮肤或者液体时，就会产生化学反应，直接将沾上汽油的皮肤烧出一个洞。就算是跳到水里，也只会让钙成分的腐蚀性加剧。加入铅盐则能生成有毒气体，让人迅速中毒昏迷。加入铝热剂则会增加燃烧温度，迅速消耗氧气，产生大量的一氧化碳，对周围的有生力量造成窒息，产生2次杀伤。铝热剂云爆弹虽然也很变态，高温、低氧窒息、超压，但论花样，铝热剂完全拼不过凝固汽油弹。温度高，能吸氧，还能释放毒气，完全没一点活路。沾染上凝固汽油弹，来个花生米是最好的选择，也就云爆弹能跟凝固汽油弹掰掰手腕。如果重量大的话，那场面堪比核弹。当然，凝固汽油弹、云爆弹被国际禁用，或者说日内瓦公约禁用了大部分的燃烧炸弹，毕竟不人道，也就铝热弹常见一点。威力在一定程度上可控，也没那么变态。这也是为什么去年亚速钢铁厂那边，俄罗斯一直说自己用的是铝热弹。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俄军第一次在巴赫穆特使用铝热弹。如果战局僵持，俄军连温压弹都用，比如之前的巴赫穆特中央火车站争夺战，乌军借助有利地势，在中央火车站站前广场、公交汽车站、货运中心以及停车场布置了大量反步兵地雷和鬼雷，阻挡俄军步兵分队进入乌军阵地。同时，乌军留守部队沿着车站月台和铁路沿线建筑物一侧构筑了数十个火力点，
将瓦格纳突击队牢牢锁死在火车站外围。俄乌双方围绕火车站候车大楼的攻防足足对决了2天2夜，最终俄军高层选择使用温压弹将火车站主体建筑全部夷为平地。至于巴赫穆特当前的局势，火力军也说不准。俄乌双方这是在极限拉扯。巴赫穆特当前的情况确实是俄军占据一定的优势，比如人员数量、地形、铝热剂燃烧弹的威力挺大的。2000多度的温度可以轻松将混凝土建筑中的钢筋融化。更过分的是，瓦格纳使用 9M22S 之后，还用炸弹炸清洗巴赫穆特的高层建筑街区，乌军所在的防御建筑根本顶不住。效果也是有的，俄军这样干对于自己部队的调遣换防部队有好处。使用铝热剂燃烧弹之后，普里戈金也表示，瓦格纳完成了在巴赫穆特的战斗任务。需要注意一点，瓦格纳并没有完全占据巴赫穆特。按照普里戈金的说法，瓦格纳的作战目标从来不是占领这座城市，而是尽可能多地消灭乌军人员。之前不是有消息说，瓦格纳还需要再前进700多米才能彻底控制该城市的入口，但问题就出现在这短短几百米的距离上。泽连斯基的命令是继续坚守巴赫穆特，乌军每天都会500至600人进入巴赫穆特继续作战，寻求机会突围。有消息说，俄军近期的一支部队表现拉胯，在巴赫穆特作战时不仅4比2惨败，经过72小时激战也没有翻盘。乌军第92机步旅和第3突击旅对战俄军摩步第4旅、72旅等在内的4个部队。经过72小时的激战，乌军夺得5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域，并且宣称在巴赫穆特取得重大进展，继续向前推进了2公里，使俄军遭受巨大人力损失。不过，俄罗斯国防部不承认，表示与现实不符。双方各持己见，火力军不在战场前线，也无法确定哪一种更正确。但是就俄军当前的状况，想彻底拿下巴赫穆特还需要点时间。之前普里戈金不是还说，俄国防部给瓦格纳的武器不够，准备卖掉俄军据点跟乌军交易。不管这是不是在玩套路，从瓦格纳、车臣、俄正规军的表现来看，俄军内部是有分歧的，所以最终能发展成什么样，真不好说。各位觉得巴赫穆特的局势会有什么变化？可以在视频下方评论，我们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